台湾就不检讨日本人了，我们可以让病人还没有住院掉，前面就医那么多次，一定是延误原因明确或是原因不明确，原因可抗原因不可抗都要检讨，早点转去大医院照 X 光测个阳核，不行就插管，或许是渡得过去。2月2号早上7点掉，肯定没住院，心脏停止，应该是在救护车上或是在急诊室，恶化速度非常的快，很明显延误重症的治疗，这种病程你要快处理，就是要当机立断，那边拖他当然会。这是几个要点，年轻人病程也是非常快。台湾专业克模是相对有机会，病程医治跟检测确实是延误，转到大医院却没有就诊是有问题。日本的医疗体制本身不分科，转诊会耽误大量的时间。如果你是外国人，又不是日本人，那语言沟通有点问题，很多日本人英文很烂，这资讯不对的风险就比较高，可能又觉得你是旅客，不会看得很认真，你可能没有保险，你要他也不会去告他啊，没有威慑力。不像台湾医病关系倾向于病人，医师会尽可能的把病人给救活。我其实就觉得他很明显是延误重症的治疗啦，这一段有问题啊，再次叫救护车送医经抢救啊，所以他是在救护车上抢救咯，还是到急诊室才抢救？那根本就还没住院就死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大 S 所在的箱根，当地是 A 流的重灾区，流感累计病患超过950万人。女星大 S 还因流感并发症离世，而青壮年正是流感第2大族群。艺人大 S 过世被证实的是流感并发肺炎骤逝，网友就整理了大 S 的病程。那1月29号，大 S 出现了咳嗽跟哮喘的症状，抵达了日本的箱根。是在当天晚上，大 S 就没有再离开旅馆。大 S 的先生到箱根下方的一家小医院做检查，小医院认为是没有办法处理，介绍大 S 去一家大的医院。大医院表示大 S 可能得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 A 流，所以在2月1号的晚上，医院开了药，但是大 S 并没有继续在东京的医院就医，而是选择回到旅馆来休养。直到2月2号凌晨，突然病情恶化，再次叫救护车送医，可是经过抢救之后呢，大 S 在早上7点宣告不治。我们就从大 S 这一次的症状，请郑医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，在你专业来看，大 S 到底是什么状况，这么快就走了？他们认为是流感是有可能，其实流感要从完全健康到可以很快，因为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流感都是发烧、咳嗽啊、全身肌肉酸痛，然后过个几天就好，大部分人症状都这样。因为流感这病毒它是每一年的抗原会做一些变化，大概每10年会做一个大变化，所以流感疫苗是每年打。你可以早上的时候还可以跟他自然的讲话，像正常人一样，下午他就快1天就可以了，呼吸道症状。我其实就觉得他很明显是延误重症的治疗啦，后面有写到转到大医院，但是他又回来了，表示可能感染 A 型流感，开了药吃，并未继续在东京医院就医，就回到旅馆。2月2号就病情恶化，再次叫救护车送医，经抢救后就掉了，这一段有问题啊，再次叫救护车送医经抢救啊，所以他是在救护车上抢救咯，还是到急诊室才抢救？那根本就还没住院就死了。这里是很关键，或者是他在救护车上他可能是欧卡，你就算欧卡，你在救护车上也会有人 CPR 在那边压的，就是其实他在救护车上已经死，只是说在那边压胸，那心跳好像有在跳，这也不能说他但是你到急诊室，这看起来就没住院啊。那你2月2号清晨早上7点掉，这肯定没住院嘛，所以他其实是心脏停止，应该是在救护车上或者是在急诊室啊，没有住院嘛，恶化速度非常的快，符合流感重症病程啊。说真的，你前面早点转去大医院照个 X 光测个阳核啊，如果不行就插管，其实或许是渡得过去的啦。流感重症是一个早上好好的，下午就你这过程你警觉性要很强，你重症介入你要很快，这种病程就是你要快处理，就是要当机立断，那你还在那边拖，他当然会可能有外国人，他觉得你是旅客，不会看得很认真，你可能没有保险，你死掉他也不会去告他啊，没有威慑力。生病不像在台湾可以直接到医学中心，在日本得先到小医院或诊所，医师写介绍信，否则得多付几千块，甚至医院不收。一般急诊得要预约，不用预约急诊的相当于台湾1、2级重症患者，搭救护车去医院不能指定是前往愿意收你的医院。儿科急诊也不是每家都收，因为急诊医师可能不是儿科。就有家长开玩笑，在日本小孩不可以在假日生重病，因为超麻烦。因为医病关系，我们台湾也要是向病人方倾斜，医生很怕被告，你对哪个病人不好，这病人立刻去爆料公司的投诉说啊谁谁谁态度不好啊，一个医疗纠纷又来。如果你是外国人又不是日本人，那语言沟通有点问题，很多日本人
英文很烂。日本医院分级制度相当明确，偏远地区像是箱根或是北海道乡下，去医院可能没急诊、没医师值班或是没 ICU， 一定得转诊。不像台湾很多医学中心，以及日本医师不喜欢看外国患者，尽管收费多3倍，但医师问病史极端重要，沟通有困难。他脑袋里面没有先植入说他有可能会死。没有这个概念，你当然不会积极处理啊。国家没有保险，经验不足归一个啦，就是最核心就是说，这资讯不对的风险就比较高。特定几所医院他们会安排2个中文的那个解说员帮他们解说，但是是很少数。然后再来就是这边的看诊费用，如果你没有健康保险，随便看都是1-2万块起跳。除非是我觉得普遍平均值来讲，因为日本虽然拿了几次诺贝尔奖，但是他们顶尖的研究确实是比我们强。对。但是整体医疗品质没有比我们好。你不要先入为主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的人就是特别的厉害，从来就没有这件事。你要看这个人他接受什么训练，他到底是处在怎样的情境。那你遇到的人不同，就算训练一样，你遇到的人一个比较认真，一个比较不认真，你结果也不一样啊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总是会生病，对，因为感染性疾病你总是要感冒的。那你如何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？就是说生活习惯要好一点啊，然后有什么疾病要控制，一般人最不会去做的。80人来てました。20人、30人い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。日本46个都道府县都亮起流感警戒，其中19个还是深红色高级警戒。好奇箱根在哪里哦？它虽然离东京圈不远，是度假的地方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有很多人的一个地方。你只要是有在，不管是原因明确或是原因不明确，原因可抗、原因不可抗，都要检讨。你怎么可以让一个病人还没有住院掉，前面就医那么多次，你一定是延误某些东西嘛，这个一定要检讨。那台湾就不检讨日本人啊，我哪有办法？台湾人的风气就是这样，他们处理有问题，这个很明显嘛。郑医师刚才几个要点年轻人可能病程也是非常快的。再来，装上叶克膜不代表你就真的能救回来，但在台湾装叶克膜是相对有机会的。再来第3个，病程的医治跟检测是确实是延误的，转到大医院却没有就诊是有问题的。再回到旅馆，接下来就难救。如果大 S 在台湾及时就医的话，甚至不用装叶克膜，可能只要插管，那在服以他刚才所说的那些医疗的治疗的经验，应该有机会是可以拉回来的哦。日本的医疗体制本身是有个状况，它的 GP 也就是不分科的这个部分呢，会耽误大量时间，然后转诊也会耽误大量的时间，而且不分科的 GP 呢，基本上它并没有办法收治重症的问题，所以跟台湾是有极大差别。最后有提到说，在法规法制方面，因为你是异地嘛，你是旅客嘛，不像台湾呢，因为医病关系上面是倾向于病人，所以整体来讲，医师会尽可能的把病人给救活。谢谢郑医师非常精辟的一个分析啦。这个过程，因为医疗这件事本身是家属的隐私，所以日后能不能有真相，或者到底真相是怎么样，我们只能借有限的线索提供医疗经验。